比特币会怎么做调整？ ETF 的资金流入足够开启下一波多头吗？市场是否在阶段性底部了？美国川普对加密货币最新的政策是什么？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观察比特币的周线图表，可以发现呢，过往在周线上、日线上所形成的震荡区间，我们最终下缘的部分都难以跌破，因为我们是牛市。当我们在一段区间内吸收筹码之后，我们就会往上走啊。那除非我们到了一定的区间，我们把筹码派发干净了，我们才会往下走。那通常呢，我们在牛市运行的过程啊，我们震荡的箱体的下缘是很难被跌破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呢，我们在过往曾经产生2个比较大级别周线的震荡，比如说当时在2万5到3万的区间，从5万5一直到7万的区间，这2个周线的震荡呢，我认为我们的底部除非到达熊市，不然是不会被跌破的。那我们其中日线的震荡呢，我们可以观察在过去也都没有发生跌破下缘的状况，所以在牛市当中呢，要跌破下缘非常的困难。那我们可以观察目前呢，我们所产生的震荡下缘大约就在9万1左右。9万1我们确实有可能再次回来到，但我认为跌破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我们还可以观察目前呢，我们在日线上针对之前的下降三角的形态呢，其实做了一个失败的突破。那对于第一季度的多头来说呢，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失败的突破呢给修复干净再形成下一次机会，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认为对于第一季度的多头的时机点、时间窗口来说呢，是已经过了，我们的机会已经消失了。我们要再修复这样的下跌，再需要震荡。那我们下一次即使出现机会了，那很有可能也是在第二季度。我们第一季度的机会呢，我认为已经消失了，因为我们在一个季度的时间窗口呢，其实很短它是容不了像我们这里所出现的失败突破的。那我们还可以观察 ETF 流入的数据，我们在2月5号，我们流入了6600万。那对于过往 ETF 流入的数据来说呢，6600万美金的流入其实非常的稀少就几乎等于0。如果要比较多的话，最少也得在5-6亿美金以上那这样的流入量呢是完全不足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把最近的流入量呢做成长条图流入量其实非常的不足这轮牛市呢，最主要的资金流入就是传统金融的资金流入力量呢，就带动了比特币的盘面。我们过往呢2波的多头，其实都是由于 ETF 有连续不断的资金流入潮。我们可以发现呢 ，ETF 流入它都是一波一波的，它并不会断断续续等等的。如果断断续续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走出多头趋势。我们过去只有发生过2波的流入潮第一波在2024年的2、3月，第二波在2024年的10月、11月。那我们过去这2波呢，除了很稳定的流入之外呢，我们流入的量都很巨大。我们可以发现呢，最近虽说我们也都是连续流入的，不过我们最近这几天流入量呢非常的不稳定那我们过去在流入潮里面呢，都不曾出现过资金不稳定的流入潮，也就是我们这一波多头趋势呢 ，ETF 的资金是没办法维系下去的。那我们第一季度呢的多头就很难以开启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所开的多单呢，虽说有一些利润，不过我们第一季度的多头走不出来，机会消失了，我就把它给平仓了。你可以发现，目前我已经给完全平仓掉了。不过我以太坊是被止损的，所以其实总和下来呢，也赚的是非常非常少并不满意。那还有一点点做纪念。你可以发现平仓的位置呢，大约就在之前10万01000、10万2千左右的位置呢，我们是把它给分批的慢慢平仓掉了。你可以发现，这都是我们当时的交易记录，这里都有成交的时间那当时是看着缺口做的，我认为第一季度的机会是已经消失了。不过我们在第二季度，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只要我们牛市还在呢，我们多头的趋势都还有机会。那现货的话，我依然非常坚定的持有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
就送你$500的比特币或以太坊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而且是现金哦。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目前以太坊的流入。以太坊在前天呢出现了历史第3多的流入量，一天就流入了高达$3.777亿，这是历史上第3多。$3亿的流入呢，对于比特币来说其实并不多，但对于以太坊其实非常多，因为以太坊的市值只有比特币的1/4，所以当以太坊流入了3亿，跟比特币流入3亿，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哦。如果我们要类比$3亿对于以太坊可以形成上涨的力道，那么大约等于比特币流入了$12亿，因为要乘以4倍哦。以太坊的市值只是比特币的1/4而已，那这样的流入量呢，其实就非常足够哦。但对于一波多头趋势来说呢，我们必须产生连续的流入，我们才可以见到资金有转移，我们才可以见到传统金融呢，它非常愿意流入资金到以太坊，它目前偏好是以太坊。针对以太坊的弱势呢，我最近做了一些检讨。我认为以太坊要走强，要开启强势，要开启以太坊海啸，就必须达成2个条件哦。这是过往2017、2021都有达成的，但是我们这轮牛市并没有达成哦。第一就是资金，那我们这轮牛市最重要的就是传统金融的资金。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呢，很容易可以吸引传统金融的资金。不过目前呢，传统金融的资金对于以太坊上面呢，并没有偏向以太坊，还是比较偏向比特币的。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发现呢 ，ETF 的流入在以太坊上面呢都非常多，都稳定的要高于比特币的时候，那我相信以太坊就会变强势。第二点呢，就是链上的活跃度在过往呢，以太坊有很多波热潮，2017有 ICO，2021有 DeFi。有 NFT， 导致链上的交易非常的活跃并且有很多的新地址、新用户加入，就带来了很多新鲜资金。但链上活跃度呢，在我们这轮牛市的以太坊是看不见的，所以我认为未来呢，只要有传统金融对以太坊的资金偏好，还有链上的活跃度起来，以太坊就可以摆脱颓势我们可以观察呢，以太坊在今天呢，只流入了$1800万，那这点流入量对于以太坊的市值来说，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们除非可以看到连续的流入，不然以太坊呢就很难摆脱颓势。我们在这一波的回调过程呢，有非常多市场上的散户已经认赔杀出了。图表中红色的折线图呢，显示市场上在每个位置已实现的亏损，黑色线表示价格。你可以发现呢，我们之前市场上有很多资金被认赔杀出，就出现在49000的时候。当时比特币跌到49000，市场上有很多短期的参与者，新手小白，没有制定清楚交易计划的参与者呢，在下跌的过程就不管手中的筹码，不管当初制定的计划就卖出。那这种时候很容易就产生亏损。那当他们产生巨额亏损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你要加仓现货的朋友，就会是非常好的机会。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礼拜一的下跌市场上面有非常多的参与者都卖出他们的比特币，并且亏损卖出。那么这种时候，当别人在亏损卖出手中筹码的时候，就会是你最好的加仓时机点。而且我们在周一亏损卖出的筹码呢，亏损卖出的数额是已经来到了我们这半年左右的新高了。上一次有这么高的已实现亏损呢，要追溯到之前49000 7、8月的时候了。那我们还可以观察呢，市场的资金流入的变化图中呢显示 USDT 市值30天的变化量，注意是变化量，因为 USDT 在牛市当中一定是不断流入的，但偶尔呢会有极短暂的微微流出，一点点的流出量也就是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发现呢，但凡我们在有出现微微流出的时候，这都会是非常不错的底部我们这轮牛市呢，一共就出现了4次。第一次是在最底部的时候，在15000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周线级别震荡的区间底部，也就是25000的位置。
你可以看这两个位置都是非常不错的低点哦，都是周线级别的低点哦。在我们这轮牛市来看呢，都会是很不错的底部。那上一次呢，是我们大概在5万左右的位置，当时我们也出现了市值减少的状况。还有现在我们又出现了市值减少的状况哦。那或许我们在半年、1年后回头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哦，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如同之前一样，会是非常不错的底部。那等到资金又回复流入市场 ，USDT 的市值疯狂增加，那我们的多头趋势呢，也就会顺势开启了。所以我们未来可以观察一下 USDT 的市值变化。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稳定币 USDC 的变化。图表当中的绿色线呢，显示 USDC 流入交易所的数量。我们可以观察哦，在过往呢 ，USDT 被大量的流入交易所的时候，都是市场上非常不错的低点或底部。你可以观察，我们之前在519过后3万左右的低点，我们出现了非常巨额的 USDC 流入。我们当时在2万左右的低点，2万，我们现在回来看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低点哦。当时我们产生了非常大数额的 USDC 流入。后来呢，我们在大约1万5、2万左右的位置，我们又出现了非常巨额的 USDC 流入。那么中间呢都没有出现哦。现在我们又出现了非常巨额的 USDC 流入的交易所，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不错底部的信号。那么 USDC 为什么它的数据值得参考呢？ USDC 它储备的稳定程度呢，绝对比 USDT 要来得更高啊。它储备的标准呢，一定是远高于 USDT 的。USDT 有很多储备，比如说公司债券等等的，它有可能有违约的状况发生哦。但 USDC 就真的几乎不会，是非常严格、最安全的稳定币哦。那我相信呢，肯定有一堆机构金鱼，他们会选择最安全的 USDC。那当他们在移动 USDC 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呢，就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哦。那我们最后呢，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对加密货币的最新政策。川普呢，最近任命了一位加密货币的政策负责人，而且同时这位负责人也负责制定 AI 相关的政策。那么 AI 是最近全世界积极竞争的板块之一。那他把 AI 和加密货币都交给 David Sachs 来制定相关的法规呢，那就可见川普他非常重视加密货币。那 David Sachs 呢，最近也发表了很多言论关于未来加密货币政策的走向。川普总统呢，决定要计划对稳定币进行监管，并且将市场移入到美国里面，并且要支持美元的加密货币，要支持美元的稳定币。川普呢，目前就打算把美元和加密货币进行挂钩，把加密货币、稳定币等等的进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也要让美国在这上面获得最大的利益。我们可以观察川普已经确定要把稳定币呢进行监管，那进行监管呢就比较好对它进行管理等等的。那在过往呢，稳定币是不太有进行监管的。那整个财报公开公司监管的力度呢也是很弱的。川普呢打算把稳定币、美元的稳定币作为新的美元霸权的延伸你可以观察萨克斯他讲的非常委婉他说稳定币的力量可以扩大美元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要扩张美元霸权，借由稳定币来扩张美元霸权。美元稳定币会作为美元霸权的延伸，并且以数字资产扩展到网络上面。稳定币呢也会为美国国债创造数万亿美元的需求美国呢在过去几年疯狂举债，而且举债的速度呢还在以飞速攀升。那么这些国债呢就需要有人来购买大家有没有好奇稳定币的运作模式？稳定币比如说像泰达公司，你把美金给他，那么他就会发行给你相等值的 USDT。那他们怎么赚钱呢？他们会拿你给他的美金去买美国的短期国债，并且收取相关的收益。那这就是他的利润来源也就是
你的这些稳定币呢，都有等值的美金去买了美国国债，那么这就可以缓解美国国债过多的卖压。那美国还在疯狂的举债所以他们也会非常需要稳定币。这和我们之前有谈到的呢，非常的雷同你也可以谈到呢，川普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已经承诺了促进美元的主权。这里美元主权其实也就是美元的霸权那么稳定币呢，也会作为美元霸权的延伸，也会支持美元稳定币的发展还有增长川普的行政命令禁止了数位美元，并且支持稳定币。因为如果发行了数位美元就会打压到稳定币的发展那么川普很有可能呢，就要透过稳定币来取代数位美金。最后，白宫目标就是要透过立法呢，支持稳定币的发行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稳定币呢通过了立法之后，非常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加密货币市场就会有很蓬勃的发展因为稳定币还有加密货币呢，也变成美国利益的一部分了。过往加密货币呢有很大的炸弹，就是政府的支持与否，政府的态度。但如果加密货币、美元稳定币、比特币都变成美国的利益的时候，那么美国就一定会出台非常多的利多政策来支持加密货币、稳定币还有比特币。那么我们手中的比特币还有加密货币呢，就会获得飞速的价格增长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